啊，小心！哎呦，小心小心，我扶你下来，来，没那么矫情，小心啊，慢点，小心小心。来，哎，行李给我，行李给我，小心啊！哎呀，辛苦辛苦。来，这个是吗？各位，这里就是我们南榆县的法院和检察院了。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楼了，比县政府都大。热烈欢迎5位大学生。谢谢。请吧，啊，走，走，来，我来，没事，来吧，我来吧，哎，我来。我叫郑建明，你叫我小郑、大郑、建明都行，就是别喊我老郑。我告诉你，除非我死了，你看我会怎么？哎，好好说话，这法院干嘛呢？闹什么呀？哎，老郑，哎，你是审判员呐？我现在还不是，我是部队下来的专业干部啊。行，我跟你说，现在这里边的东西啊，一个都不能动。这又嚷嚷啥？说疼就疼，你给我抢办公室。停了，我再说的。啥？我们这不是2块牌子吗？检察院、法院在一块儿，办公室就这么几间，不够用。不是，你们这检察院跟法院在一块办公？将就吧，能有块地儿就不错了。好，给。哎，这是我们丁院长，我给你介绍啊。都特意给人家挤出来的，你得给我点时间。你什么时候见过咱们这儿来？丁院长啊，院长，嗯，大学生们都到了啊，来了。哎呀，欢迎，老管，你看看，这不人都来了吗？你说这，你不好好安排行吗？领导不用，我们几个都是想着在实践中来学习，不需要单独的办公室，想着跟老前辈们一块办公。哇。很有风格啊！不愧是京城下来的大学生啊，小伙子，哎，哪个大学的？政法大学，人民政法大学。哎呀，人民政法厉害呀！啊，中国法律的摇篮。哎呀，这几个大学生，你怎么也得分我一半。别想这么一半。行。哎呀，我看看啊。你是领头的？不是领头的，就是学生干部。那也了不起呀！啊，来，走，哎，进，来，好，来吧，好，来看看，来，看满意不满意？来，再带你们参观一下。啊，这边呢就是资料室，要是打开水的话呢，下楼下旁边就是开水房。咱们这儿呢没有法庭。咱要是赶上开庭的时候，就像现在这样，在走廊里布置一个；赶上刮风下雨的，那就放在办公室里。要是开大庭呢，就借县政府的礼堂；要是公判大会呢，就放在门口的广场上。哎，你这是啥意思啊？啊，马上就要开庭了，是吗？这么热闹呢？我看看去啊。简陋一点。这干什么？别胡闹，这是法庭，过来去！哎，行了。哎呀，行了。那个那辩护词啊，周一要，你周6给我看完之后好给主任。哎呦，我现在手里边在猛敲知良那个案子，你要不让那个老秦帮你写一下？谁？老秦。同志，那个您是原告的代理是吧？被告，这牌子让他拿那边去了。啊，哎，那我怎么听着您跟对面代理好像是一个单位的呢？我们俩就是一个法律顾问处的呀。那不对呀，那一个单位的律师怎么能代理双方呢？没有利益冲突吗？有啥利益冲突？就是当事双方怎么能用一个单位的律师呢？不是你就看，我们县就这一个法律顾问处，老百姓打官司呢，基本上都是不请律师的，所以啊，为了推进我们县的法治建设，就派我们来代理，基本上都是不收费。安静。别打！这不就是个牌子吗？
啊？抢什么呀？这被告这不就是破坏法庭秩序吗？这审判员也不采取点措施。什么措施？至少得是警告啊、训诫呀，咱们得维持这个法庭的严肃性啊。我明明是原告，他把我的牌子拿走了，我就成被告了吧？明明是我占理啊，他是好人先告状，他成了原告，我怎么成了被告？哎呀，哎呦，都是乡里乡亲的这么点小事，不至于。那怎么才至于啊？殴打审判员？别动手！说话别那么轻。上手！哎呀，这是法院，这是法庭，我这太不像话了！你们都听我说。今天暂时休庭啊，等我们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再开庭。把牌子给我。哎，老张，哎呀，那个来，我来介绍一下啊。哎，同学们，老张张恩成，以后呢，就是你们的师傅了。别师傅的，院长，我早跟你说过了，我这水平当不了大学生的师傅。哎呀，你这水平很高。老张，我跟你说，是我们这儿呢非常有经验的这审判长，这是很多老百姓啊都管老张呢叫张晴天啊，好好带啊，相互交流。好，你们忙好。哎，师傅，我刚才看这庭上就吵起来了，平时也这样吗？老百姓嘛，就不习惯跟法律打交道。他们认为啊，被告名声不好听，认为被告就等于是有罪。有什么办法？下次开庭的时候啊，不摆这俩牌子就是了。不摆牌子啊？不摆牌子影响判案吗？倒是不影响，可那个师傅，我觉得影不影响判案是一回事，法律的尊严是另外一回事，所以我觉得。老张，人犯已经押到了，准备开庭吧。啊，都到了，不开庭不？那个小郑，你去看看陪审员到了没有？好。师傅，你们这又判什么案子去啊？抢劫案。刑事案、民事案都是您审啊？哎呀，咱们这儿啊是粥多和尚少，还分什么刑事民事，什么案子都得吃下去。静了，南榆县人民法院公开审理南榆县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刘二林持枪抢劫案，现在开庭。哎，这么带被告人刘二林一个人审理，律师也是按需互换，真是开了眼。张师，再见了，严肃点。被告人姓名？刘二林，年龄26。被告人罔顾国法，假冒警察，光天化日之下持枪抢劫。尽管所持的枪支为玩具枪，但并不能影响其持枪抢劫的行为定性。被告人曾经因为盗窃受过刑事打击，系累犯。被告人犯罪行为性质特别恶劣，罪行特别严重，必须得到法律的严惩。不是我说你这人怎么冤枉人呢？我怎么就犯罪了？怎么就严惩了？被告人，不许喧哗，法庭让你说话，你再说话。请辩护人发表辩护意见。尊敬的审判长、人民陪审员，我受被告人刘二林的委托，南榆县法律顾问处的指派，今天跟李湘律师一起出庭，为被告人做罪轻辩护。刚才啊，公诉人发表的公诉意见，我们认为基本事实清楚，基本证据确凿，但是我们应该特别指出的是，本案被告人虽然实施了公诉人所指控的犯罪行为，但因为被害人的反抗及逃跑，被告人抢劫的目的并未达到，应该算是犯罪未遂。另外，被告人系偶犯、初犯。哎，他是累犯，不是初犯。被告人虽然是累犯，但他以生克悔罪，
并在公安机关如实供认了自己全部罪行，认罪态度较好。态度不好。我没说完呢。希望法庭对其从轻处罚。从轻不了，到现在还没认罪呢。公诉人，到法庭辩论的时候你们再说。被告人，你有什么话要说？审判长，我冤枉，我真没抢劫，我就跟那人开玩笑，我认错人了，我拿那玩具枪往他的后腰上一杵，他一回头，我才发现这认错了。再说了，就算我抢劫，那谁在大街上抢啊？刚才他说我不认罪，那我没犯罪，我认啥罪啊？请公诉人出示证据。我们收集了被告人抢劫时候穿的警服，还有所持的玩具手枪和枪套，请法警提交法庭。啊，这衣服是我集上6块钱买的，这枪是我的，但是枪套不是我的。你说这枪套不是你的啊？我那是新买的，这也都秃噜皮了。公诉人，这是怎么回事？这公安局移送过来的时候就是这个枪套。这确实不是他原来那个枪套。那他原来的枪套呢？在我们局里呢。我那个枪套太旧了，我就换了换。这是法庭的证物啊，小八，不都是枪套吗？当了证物放在你们法院就没有用了。我这不是想着别浪费吗？胡扯！啊！本来我想着分到司法局，怎么也得让我管几个人吧，没想到给我分到这么一个憋屈的地方。进来，就这样啊，我就给你打10来人啊。坐，我站一个，坐啊。主任，我有个案子想跟您请示一下。什么案子？你说。就是那个县一中叫乔志良的老师的案子。哦，那个案子呀，那就是个禽兽啊，连自己的亲侄女他都下得去手。那女孩是不是后来自杀了？啊，得毙呀！不是，主任，我是反复查看了他的案卷材料，我怎么看都不像是强奸。的理由呢？这俩人保持关系起码1年多了，而且学校里的老师同事早就知道了，而且他每次去被害人那儿一待就是好几个小时，有时候还在那儿过夜。你想想，哪有这种强奸？最后一次被他老婆撞见了，女孩子觉得丢人，一时想不开吞药自杀了。但是这种事也不少见啊。李强啊，你啥意思？那女娃活该呗？不，我绝对不是这个意思。那个乔志良绝对是个王八蛋。但是法律总归是法律啊。你说简单点，我不太懂。检察院是按照强奸致人死亡提起的公诉。强奸、通奸，一字之差，一条人命。那他不该死呗？道德法庭上，该死。但是真正的法庭上，我觉得我们……行，你不用说了。就是说，就算他是一个王八蛋，他也有权利为自己申辩。他如果想为自己申辩，咱就得帮他，是这意思不？对。干点什么不好还给他辩护？不是，等会儿，这是什么？哦，就是个录音机。你到底是电视台的还是法律顾问处的？我是律师。这设备我们这儿不能用啊。同志，我单独来见委托人，我就录一个音，
万一以后有点啥事儿，对咱们也是个保护。那得问我们领导。那你问去呗。你好，乔治良，我叫李湘，是法律顾问处派来的，你的律师。你同意委托我为你辩护吗？别辩了。乔治良，是这样的，法律规定呢，有可能判死刑的案子，都必须要有辩护人。这里是辩护委托书，同意就签字。起诉书呢，指控你强奸了你的内侄女魏三妹，对此你有什么想说的吗？没有。那你是承认强奸了她？到底是强奸还是通奸？院长，门口让我告诉您，今天旁听的人太多了，怕出事儿。那就别再放人进来了。好，派2个法警，护着点儿那俩律师。好，放话出去。今天谁扰乱法庭秩序，就抓谁。强奸案怎么公开审理了？现在是严打时期，特事特办。是。丁啊，老丁，这个屎盆子还得你接着。干嘛呀？我特意带的，一会儿谁砸李强我就砸谁，来而不往非礼也呢。真的假的？真的呀！我这给我呀！你咋呀？你使劲点。没收了啊！什么没收了？什么就没收？怎么给我带药没收了呢？这法庭上你别惹祸了好不好？干嘛？管我！干嘛去？干什么去？我还有你，我还有你。哎，别！好彩头，一颗红心，两手不过。你看看他们，你要按无罪辩的话，他们能饶了我吗？辩无罪啊！啊？太有种了！不是那个同志，你把他带出去，啊，出去，给我带出去。小陆，别让修炼我知道。我到这儿总可以了吧？小王律师啊，干什么你？哎，你说谁呢你？哎，我说你呢，哎，我说你呢。领进来，来。安静，全体起立。坐下。南榆县人民法院公开审理南榆县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乔治良强奸致人死亡案件，现在开庭。代被告人乔治良。
安静！别吵了，注意法庭纪律。怎么还绑着进来了？给他松绑，让他坐下。被告人姓名：乔治良，大点声。年龄41，家庭住址：南峪县一中家属宿舍5排3。臭流氓！一中的脸都让你给丢尽了！畜生！这都没出息！法官，稳定一下。我再强调一下啊，这里是法庭，所有人都要遵守法庭的秩序，不能随便吵闹，不然的话，一定严肃处理。邱阿贵本来就可以活着，但我们连一个死缓都不给他。师傅，其实你也没啥用，咱们都没用，咱们都是废物。证据确凿，后果严重，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安静！被告人，公诉人指控你强奸，并致人死亡，对此，你认不认罪呀？我认罪。没胜算了。这可怎么办？下面，请辩护人发表辩护意见。偶犯初犯，认罪态度较好啊。尊敬的审判长、人民陪审员，我是受被告人乔治良委托，并受南峪县法律顾问处指派，作为被告人乔治良的辩护律师。是通奸而不是强奸，其行为不构成犯罪，请求法院宣告被告人无罪。说什么？是被告人应有的权利，是国家法律赋予、承认，并且保护被告人这份权利。你们在座的每一位，你们每一个人都拥有这份权利。我是律师，为被告人辩护是我的使命。如果有一天你们哪一位需要我辩护，我义不容辞。李湘太棒了，南峪还有这样的律师。丁院长，我可以继续吗？继续吧。强奸最核心的要件是违背妇女的意志，用暴力或者是其他手段迫使妇女就范，被迫和其发生性关系。公诉人刚才提供的证据材料就能证明，乔治良和魏三妹之间保持着稳定而经常的性关系，长达3年多，近4年之久。他们两个人最短1到2天，
最长1周必然约会，有时还在一起过夜。以及，我这里有几封魏三妹写给乔治良的情书。又及，两人关系被撞破之后，魏三妹给其亲姑姑，也就是乔治良之妻魏爱萍写了一封信，表示忏悔。她并在信中承认了她是真心爱着乔治良。请问，如果是强奸，那这几封信又该怎么解释呢？因此，辩护人认为，被告人乔治良和被害人魏三妹之间有不道德的性关系为真，但是他们2个人之间是通奸，而不是强奸。造谣，胡说八道！他自己都认罪了。安静一下，肃静。导致魏三妹自杀，真正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在他们2个发生最后一次性关系之后，被撞破了。乔治良被扭送到了公安机关，魏三妹也被自己的父母关在了家里。虽然她承受了巨大的心理压力，但是有足够的证据表明，魏三妹在当时并没有想要寻死，她而是写信请求乔治良的妻子原谅，而魏爱萍收信未回。当天晚上，魏三妹就自杀身亡，而且乔治良当时正在被拘留。乔治良对魏三妹的死有道义上的责任，但是他并不是杀害魏三妹的真正的凶手。所以，辩护人认为，被告人乔治良无罪。休庭！我宣布，现在休庭！老白狗，你别急，走，你说，休庭了，休庭！还一颗红心呢，就是个炸弹！你掉了石头来崩我一身屎，什么玩意儿这是？别动！你们这犯法！干什么？别动！你别闹！院长，本来我们还觉得乔治良的认罪态度比较好，你们给个死缓也能接受。可今天这样，只能死刑了，不然我们肯定抗诉。院长，哎，李律师坐。李律师，你是党员吗？啊，我当兵的时候就入党了。这不老党员了吗？啊，那怎么还不懂政治呢？今天这个群众的反应，看到了吗？院长，我们律师的职责，律师的职责就是不要火上浇油。何止火上浇油，简直是恶意煽动啊！你别乱扣帽子啊，说话要负责任。我说的是事实。哎呀，行了。丁院长，这个案子事实清楚，证据确凿，辩方哗众取宠，有意挑战法律的尊严和社会道德底线。如果法院姑息，从轻判决，会极大的伤害人民群众的感情，造成恶劣的影响。所以，我方建议从重从快判处死刑。是。您刚刚说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那魏三妹写给乔治良的情书，你们为什么不提取？还有那封忏悔信，为什么不提取啊？院长，您就真的不在乎自己手上判出一个冤案来吗？丁远，还开庭吗？不开我们走了啊！你这什么态度嘛？怎么不开呢？李律师，一会儿啊，我只是要求你，先不要说话，好不好？那我干脆退出算了，反正王本善早就走了，就让辩护席空着，你们随便怎么判。怎么的？
跟我耍混吗？我告诉你，这个时候你要意气用事，你是真的会把你的当事人害死的。院长，你要是能判他死缓或者有期，我保证配合。哎，怎么讲条件讲到这儿来了呀？你真当大家求着你呢？院长，我说了不算，这个案子得上审委会。对庭了。这么快？李湘没跟你一起回来？王老师，我知道你对李湘不满意，您看啊，以后啊，咱俩一起搭伙，辩护词什么的，我来帮你写。是我不会写啊，还没文化，还不懂法呀！不，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想给你打个下手。少说话，少办事，工资不少拿，多好！人啊，要有点自知之明。倒是好啊，倒是好啊。老王，你没事吧？能没事吗？哎呦，出什么事了？你说，上一次被西红柿砸，这一次又被鸡蛋砸，按理说应该被砸的人是我呀。消去。不是李湘，你是不是自己去取证啊？算不上。这魏三妹的道歉信，是魏爱萍主动交给我的。人家毕竟是两口子，家庭矛盾归家庭矛盾，但是也不能盼着自己丈夫去死啊！你是不是觉得自己特有本事啊？那封信他不给检察院，单单给你。说实话，他信任我呀，我特高兴。你就不该收，人主动给了我还不收，让他给检察院去啊！老王，那咱是不是太贱了点啊？人家诉死刑，你非说无罪，人家拿不到的证据你能拿到？你这不是公开朝检察院的脸上抽他嘴巴吗？回头把我也烧上！小李，你小老王这脾气也是。要是他不愿意干这个案子，我跟你搭伙。是。洪主任。老王。洪主任。来。不，再赶紧怕噎着。这个水呀，我战友从新疆带来的，舀一碗水，你就吃吧。行。那个洪主任，就是乔治良这个案子呀，老王，我还是那个态度。如果检察院说什么就是什么，那我们算干什么吃的？不是啊，主任，您看啊，您不是搞专业的，就是很多事情呢可能不太明白。你这话我就不爱听了。什么叫不是搞专业的？我不会学吗？啊？哎，法律顾问处你好。哎呦，梁局长，我是战胜啊。你说，请指示。我指示个屁！你们法律顾问处是干什么吃的？怎么专门和上级唱反调？你那俩律师给那个强奸致死案做了无罪辩护，你知道吗？啊，知道啊。你还挺理直气壮啊！这都是你授意指使的吗？这种重大的刑事案件应该站什么样的立场？你心里一点数都没有吗？啊！梁爱民，你坐下。我坐下。我没让你坐下，你少跟我来这套，梁爱民。怎么着，欺负我不懂法是吗？啊，欺负我不专业是吗？我不会学吗？我天天都在学习。我们法律顾问处不是摆设，更不是检察院跟班的。我告诉你，你不要没事胳膊肘往外拐。那个案子，只要我们的律师认为他是无罪的，他就可以按无罪辩。怎么了？洪占上，你要造反呢？我撤了你！
你赶紧，你过来，你吓死我了你！哦，行，行，什么东西呀？我62年的兵，他64年的，我叫他一声局长是给他面子，他还。老王啊，怎么了？不舒服了？我最近有点窜稀。哦，那个案子我就不想变了，怕身体受不了。不，窜稀就不要吃西红柿了，你放不了啊。给您放上。那行了，主任，你先忙着吧。我先走了。啊。哎，老王，李湘，哎，你怎么来了？请容我向李大律师致以最高敬意。你就是南域的骄傲啊！我怎么敢当？我说实话，这一次啊，我能有这勇气啊，我得感谢你们。感谢我们啥呀？在肖阿贵的案子上，是你们鼓励了我，让我知道了什么叫知其不可而为之。我现在浑身都是使命感。走，喝酒去，走，喝酒。小生啊，你以前也是部队过来的吧？啊，是。听说张院也是从部队转过来高就。业务上的事情啊，我是不太懂啊。不过总觉得这个丁院长啊，这判案有点啰里啰嗦的呀。丁院长比较慎重，他常告诫我们：法律无小事，万事不能马虎。咱们军人啊，做事讲个气势啊。查清楚，下决心，依法该判就判。这倒好，审了不判，判了不毙。几个月拖下来，群众的心都冷了啊！就算最后是毙了，那效果又差多远，对不对？对。您说哪个案子？辩护人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这两个人保持了将近4年的这种关系，期间女方给男方还写过情书，说通奸，也不是一点可能都没有的。好，张院长，对这个案子，您的意见是？这个案子嘛，你们谈啊，你们谈。我不懂法，又是刚来的，我的意见不作数。张院长，您这太谦虚了，您这是上边派来专门监督我们工作的，所以您的意见非常重要。好，那我就说出来供大家参考吧，好吧？我的意见其实很简单，2个字：枪毙。李院长，这个案子要是不判个死刑立即执行，你觉得人民群众能答应吗？被告人乔治良利用其特殊身份和亲属关系，采取胁迫手段，强行与女方发生两性关系，其行为已经构成了强奸罪，犯罪情节恶劣，给被害人及其家属造成了严重的伤害，社会影响极坏，实属罪行极其严重，依法应予严惩。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39条之规定，判处被告人乔治良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被告人，你有3天的上诉期，你是否要上诉啊？把被告人带下去，闭庭。得做点什么呀？也就别添乱了。丁院长够焦头烂额的，说来了个什么张副院长，其实就是督军，没事就捏的。你还心疼上啊？真是干部理解干部。那老子丁文强不瞎判吗？虽然强奸的不至于死刑嘛。你屁话多。刑法第43条规定，死刑只适用于罪大恶极的犯罪分子。对于应当判死刑的犯罪分子，如果不是必须立即执行，可以判死缓。这个案子，就算是判死刑，也没有必要立即执行吧？咱们去找丁院长吧。我那个，刚刚看到院长在办公室呢，我们现在过去还来得及。走，回说丁仲祥。走。预告院你去不去？去啊，为啥不去啊？哟，这么整齐吗？坐，请坐啊，坐。吃了吗？我刚吃完。丁院长，我们觉得乔志良的案子判决有问题。又是你，一个小刺儿头。院长，乔志良的案子我们都看了，如果算成通奸的话，可能都够不上刑事处罚；如果算强奸的话，也不至于判死刑。我们现在判的死刑是不是量刑太过了？你们自己觉得，如果不判死刑，那群众的反应会是怎么样的？没，小姑娘，你说。会有很大意见，也许会冲击法庭，以后的庭审可能会失去公信力。看看，到底是大学生啊，这分析能力就是强。丁院长，法律应该是理性的、客观的、有原则的。我们的判决结果不能被群众的情绪左右啊。你们说的都有道理，可是我今天太累了，从上午到现在。我是一点东西都没吃呢，要不你们暂时先放了我，啊？老丁，哎，嘿，这屋里这么多人呢。老尚，快来，快坐！哎呀，来吧，都不是外人，来坐。你就别跟我客气了。哎，都站着干嘛？都坐。坐。来。老丁，今天来的我就长话短说，你们这仨死刑，2个已经核准了，就剩乔志良这个了。拜托你赶紧让他上诉啊！哎呀，可是他不肯上诉啊。他要是不上诉的话，我得在这儿干等他3天啊。那就再等3天呗。哎，老尚，
咱们中院这一年有几次上诉成功改判的？不怕跟您说，0，是吧？你有没有觉得我们现在这个程序有点太急了？急了，难免出错。一条人命，就再等3天，你说过分吗？行，我等还不行吗？哎，老丁，这就是你说的那帮天之骄子啊！哦，你看看，这一个一个能言善辩着的啊，不好惹。以前的上诉期限是10天之内，现在缩短到了3天。如果马上上诉，就立即驳回。死刑会比较特殊一点。这是当下形势的需要吗？对，驳回几乎成了默认选项，这就造成了你说的那个效果，上诉反倒死得快。那你还劝乔治良上诉？我想坚持一下，我觉得他还有一丝希望。你现在是为了自己的不甘心，还是为了当事人好？你分得清楚吗？乔治良的案子不一样，我想坚持到底，哪怕只有1/1000的希望，我也不想放弃。坐吧。我这次来呢，是想最后问你一次，这案子还上诉吗？如果上诉的话，我不敢保证结果，但是我一定会竭尽全力的。乔治良，你老婆很恨你，但是她也不希望你去死，她也在尽全力的救你。但为了她，为了2个孩子，你也不能就这么放弃了呀。死刑案件是可以上诉的，你继续委托我好不好？啊，到2审的时候，我一定会为你积极争取的。乔治良，我都没有放弃你，你为什么要放弃你自己呀？啊！李律师，辛苦你了啊！我们有缘再见。李湘只是正常的履行了一个辩护律师的职责，就为这，你们要逮捕他，这个影响可不好啊！好，你等一下。
没事，喝水，别忙了，没事，我自己来，我自己来。喝水，喝水。哎。本山，你刚才反映的那些情况啊，我认为都非常好，很有价值。但是，你为什么没有第一时间向组织上汇报呢？其实我汇报了。哦，我向洪主任汇报的。你现在都敢摔我电话了？当初要不是我收留你，你早回家修水库了。梁爱民，你跟我说话客气点。老子郑传奇啊，20多年党龄，2次2等功，3次3等功，到哪儿老子都可以发光发热。还你收留我？我是看在这么多年咱们战友的份上，我在帮你，你不知道吗？啊，对，谢谢啊。那你知道我给你擦了多少回屁股吗？他支持李湘，洪主任这个人吧，这业务能力不高，作风比较粗暴。哦，我有耳闻。再说了，就这种事儿，我不能越级汇报，是吧？不管怎么说，咱们司法局还是国家的买卖嘛，你怕什么？我怕什么？苏书记点了你们法律顾问处的名了。我不就骂了你1、2句吗？我又没骂领导，他点我名干什么？无罪辩护是合法的吧？对。律师尽责辩护，是不是法律赋予我们的使命和权利？别唱高调了，紧跟形势你做不到，总不能逆势而动吧？啊！现在全国刑事案件案发率快速下降，社会治安明显好转，群众的安全感得到了提升。在这个节骨眼上，你来个死刑变无罪，强奸致死变生活作风问题，你知道你放了颗多大的卫星吗？哎，那在组织找上你之前，你是怎么做的？我坚决和李湘斗争。但是还是不够坚定，是吗？孙秘书，我真斗不过他们。他们就是拉帮结派的，在顾问处搞小山头。你说我，所以你就明哲保身了。没关系，本山，你的立场我们是清楚的，不然就不可能有今天的谈话了，明白吧？明白。哎，治病救人，亡羊补牢嘛。哎。没关系，别有顾虑，把你了解的情况如实的、尽量详细的向组织上汇报，因为你作为第一见证人，你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很有价值的。好，有这么严重吗？我告诉你，你别不识好歹，赶紧主动做检查，别到时候我想保都保不住你。大不了不干了呗。不干就能过关了吗？那咋？还抓我呀？到了非要抓人那么严重了吗？下指示了，丁院长，我们要依法办事，要让人民群众信服。李湘啊，太年轻，不成熟，爱冲动，还有点不识时务，是该批评。让他做深刻的检讨嘛，我赞成。可是没有哪条法律规定说律师不可以提出跟检察院不同的意见吧？啊，不可以做无罪辩护。抓人于法无据吧？他公然对抗组织，他包庇罪犯，他向罪犯泄露国家机密，他还没有违法犯罪吗？泄露国家机密？对呀。他泄露了什么国家机密啊？这他泄露内门的国家机密，简直就是一群法盲。请进。丁院，院长您别忙活了，我不渴。那怎么行呢？拿破仑说过，你们是下金蛋的母鸡呀，怎么能让母鸡受委屈呢？我来您这实习就是您的下属。再说了，我是公的，我也下不了蛋。找我什么事？
李湘律师履职记录，什么意思？丁原，去年1年，李湘律师受理的案件一共有36个，其中刑事案件19件，包括指定辩护15件，均做了罪轻辩护，还有17件是民事责任，调解成功率高达70%，其中10件他没有收取任何的费用。所以呢，说明什么？这当然能说明李湘是一个很好的律师啊，尽职尽责、认真、专业，受人爱戴。丁原，我听说因为李湘给乔治良做了无罪辩护，有人要抓他。听谁说的？啊？听谁说的？说这种话要承担责任的。告诉我，谁跟你说的？不是谁跟我说的，是前几天我经过您这儿不小心听到的。不小心听到了，没走，还听完了。按照犯罪构成来说，你有没有犯罪主观呢？因为我有错，我可以接受您的任何批评，但是我认为李湘他没有错。小郑，你过来一趟。那，你这上面写的19件刑事案，我作为法院院长可以告诉你，他辩护的成功率还不到10%。怎么叫专业？你不也写了吗？他1年被投诉了3次，算得上挨戴？丁院，就现在这个社会情况，刑事案件辩护成功率能到10%就已经很不错了。还有那3次投诉，有2次是因为他给坏人辩护，这说明不了什么呀。维护委托人的合法权益是律师的法定职责。如果他认为乔治良无罪，他不提出来，这个是他的失职。他的辩护意见，法庭可以采纳，可以不采纳，但是不能因为他的意见跟公诉方不一致就要抓他吧？说了吗？没有。接着说。国家现在提倡改革政法工作，我觉得南余能有李湘这样的律师，是南余的福分。如果我们这么对他，院长，将来律师在法庭上就真的成了装饰品了。进来，岳院长啊，跟总务说一声，把这个门给我换了，都漏风了。啊，你接着说。可以呀，你这次很厉害，让我刮目相看了。什么刮目相看？但是不是稍微有点冒失啊？你应该跟我们几个商量一下，大家一起去的。不冒失啊，我想好了才去的。这次出来实习，我是领队，我跟丁院长谈话，那是组织跟组织的对话。那如果你们出现的话，不就跟上次一样，变成聚众了？但你不担心吗？万一真得罪丁院长了，他给你那个实习鉴定上写不好的话怎么办？那就让他不得不认可。如果这次真的把李湘救下来，我们就立功了。回北京之后，分配就稳了。这次回家发生什么了？你还没跟我说。没发生什么。我就是单纯的对我未来的职业规划有了一些新的想法。新的想法是什么？就是务实、功利、为结果论。夏英杰同志，我没有觉得务实是一个贬义词。在合理合法的情况下达到自己的目的，我觉得是智慧。我不想我未来的职业生涯就变得委曲求全、受人钳制。
我想留在最高法最高检。咱们一块留北京，一块留北京吧。来哟，来。听说邱阿贵要被执行了，是吧？是啊，明天开公判大会。这次能不能先不执行他？我去看一下他的孩子安排的怎么样了。我想尽量的把他3个孩子安排的好一点，让他上路的时候好安心。我知道你对这个案子心里放不下，但是不要忘了，案子判完了，已经是这个结果了。你放下放不下，你都得放下。是，更没有必要去跟案犯有更深的接触。其实我这么做是为了我自己，我想睡觉的时候能够安心一点。不执行我说了不算，晚几天执行嘛，我还可以。那就这样，那就把他从这批拿下来，赶下批，好不好？可以了吧？谢谢哥。我昨天去看望你的家属了，你妻子已经原谅你了。麻烦您帮我转告他，让他把我忘了，让我千万别让孩子知道，他没有这样一个父亲。明天是上诉期满的最后一天，我希望你为了你自己在最后一搏，好吗？啊？你什么都不用做，你只要同意，然后继续委托我，剩下的交给我去跑就行了。魏三妹就是我杀的，是我害了她。你觉得我还有什么脸能活下去？我就该被枪毙，我该死，就该被枪毙，我该死，我该死。你怎么来了？我不相信。我也不相信，所以让老于去问了丁院长。那他怎么说呀？他没表态，我觉得大概率是真的的。那就算是真的，我能怎么办？谢谢你告诉我啊，当我没听过。吃饭睡觉，该干嘛干嘛。那个，我们能不能替你做点什么？你们啊？我这个人吧，说话比较直。算了，不是，你要是被抓了，谁给你辩护啊？没有人吧？我们南榆县一共就仨律师，一个王本善，一个秦志高，一个不会替我辩，一个根本就不会辩。让我来替你辩。你？你没有律师资格。我可以给你做普通辩护啊。我知道你看我们这些大学生眼高手低，又冲动又幼稚，是吧？但是总比王本善强，对不对？你想想。行，那我就委托你普通辩护。行，你给我签个委托书，你这有纸吗？这
你别碰我包里，这全是乔治良的卷宗。你跟我回顾问处吧，我回办公室再签。你要是回不去呢？不至于吧？对，你写我背诗。在这。依法从重从快，严厉打击刑事犯罪，切实维护社会治安的稳定和人民财产的安全。人犯相违狱，你对得起人民吗？强奸犯，你为人民代表，你还人民救世的你跟人民受刑的畜生！给我决定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乔治良，乔治良，严厉打击刑事犯罪，切实维护社会治安的稳定和人民财产的安全。人犯江美玉犯盗窃罪和挪用公款罪，人犯乔治良犯强奸罪，决定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我好想理解你。理解什么？对不起。我不知道你说什么，但是你不用向我道歉的，无论为什么事儿。但这不代表我认为我们的选择是对的。我也不咋地，还不如你呢。就是这样。5个案？嗯。一审判员带5个小朋友上班，你说当事人看到了，说审判员的权威性斗受多大影响？我还帮着换尿布来着，不熟练，弄了一手小孩屎。哎，对，就是这只手。闻闻臭不臭？臭不臭？来。我晚上没有喝粥的习惯。而且他还是西华政法毕业的，可惜就可惜在这儿。西华政法毕业的回来升5，这大学白上。但他业务能力很强啊，他今天没有审案子，带着孩子看了1天的案卷，还接待2位当事人，是吧？嗯，他看案卷特别厉害，就看1遍就能把里面的要点总结得清清楚楚，顺便呢把里面的问题都梳理得清清楚楚，非常了不起。先观察观察吧。实在不行，我跟丁院长反映一下，换个师傅。咱是来这实习的，又不是来这换尿布。我不要，我们俩就是喜欢换尿布。我多余。你就愿意换尿布？
今天呢，我们来看一个杀人案，被告人邱阿贵，不到17岁就被爹妈许了人了，为的是换一笔彩礼给他弟弟娶媳妇儿。当时他弟弟还不到14岁。在南云农村呢，男人打老婆还是挺普遍的。邱阿贵从嫁过去之后，第2天就被打，一直被打到她成为3个孩子的妈。这个邱阿贵什么时候产生的这个念头，估计她自己都说不好。但是人但凡有点希望，都不至于走上这条绝路。妈，我怕。别怕，你爹以后不会再打咱们了。我把我男人杀了。检察院建议判死刑，压在我这儿已经2个月了。师傅，咱们是县级法院，也能审死刑案吗？以前不能，但是现在不是严打吗？所以县级法院也能审死刑。死刑复核权原来是在最高院的，现在也下放到省里。新中国都成立这么多年了，怎么还有人拿亲生女儿换彩礼？因为穷嘛。是。穷国和战争最悲惨的牺牲品，往往是妇女和孩子。要改善妇女命运，就要先从改善经济和教育开始。那师傅从西华政法毕业不？有，都在这儿呢。坐。院长。我想知道，邱阿贵这个案子，准备什么时候开庭啊？能争取死缓吗？爹已经没了，给3个娃娃留个妈吧。方淑梅啊，看看形势好不好？啊，她婆家纠集了几十号人，天天在县政府闹。啊，好了，看看吧。血书都送上来了，县里的电话是跟催命似的，再不判，天下要乱了。这可是故意杀人呐！啊！可是院长，我理解他是怕被打死，害怕极了才先动的手。严格来说，都可以往正当防卫上靠靠。看来我这还是欠业务学习了啊！好啊，小同志，来吧，你给我讲解讲解什么是正当防卫。正当防卫是指趁他男人喝醉的时候，咔嚓咔嚓几十刀，把脸砍下去一半，人都认不出来了，这就是正当防卫，是吗，大学生？丁院长说。那鉴于她丈夫经常殴打她在前，能不能对她从轻处罚呀？哎呀，你们上过那么多学，有没有上过这样一课？那就是当法律没有办法脱离社会现实的时候，该怎么办？您指的所谓的社会现实，就是男人可以随便打老婆，但是女人一旦反抗就要被法律制裁，是吗？我们这儿的社会现实嘛，就是很穷，很落后，很多男人都打老婆。那不能这么说的。你，我知道你要说什么，我当然知道这是一种陋习。啊，我一直都认为。打老婆的男人全都是王八蛋，全都应该抓起来。我说过吧？您一直这么说。
但是不要忘了，这个观念和这种行为，这不是短期内咱们能改变的，这不也是社会现实吗？现在这个情况这已经这样了，我告诉你们，这个案子如果不判死刑的话，将来老婆砍男人的事情可能会越来越多的。这逻辑都歪到哪儿去了呀？您怎么不说是邱阿贵杀鸡给猴看，让那帮王八蛋再也不敢打老婆了呢？丁院长，他不是说您歪，不歪吗？啊？不歪吗？就是歪呀！这不还是歪，我歪好吗？哎呀，我说不过你们。现在这个情况，你们也都知道了。王淑梅，自己看着办啊。方老师，您叫我方老师，习惯吗？你是我们院里学历最高的，你觉得，如果按照新的刑法，他够得上死刑吗？够得上。哎呀，陈仲啊，不是你是不是上瘾了呀？就这么直不愣登瞎问呐，能问出来啥呀？你不问不更不知道吗？就是问了也不会掉块肉。那个刘二林的证言不就是你们问出来的吗？那能一样吗？那邱二贵这是杀夫案，这个几天啊？我这腿都练粗了。你再说了，你俩怎么就不能自己骑啊？非得人带啊？你一大老爷们儿卖卖力气是应该的。别块，你上我车，我有话跟你说。嗯。你没他胖。坐，垫着屁股。走啊！走。要不换我骑会儿？驾！啊？驾！什么？驾！走，快！滚！滚！大妈，大妈！滚！哎呦，你再不滚，我挑人了！你别生气，阿姨。我儿死得这么惨，你们还替凶手说话！滚！都给我滚！我们不是替谁说话，我们就了解事实。阿姨，大娘，阿姨，哎，没事吧？怎么这么臭呀？猪粪！你就站那儿，你千万别动啊！我脏了！你别过来！你别过来！你别过来！哎呀，这是什么样的妈养什么样的儿？哎，换你没准泼硫酸了。就你那性格，一性格好，刚强。我觉得问他没用。为啥呀？在农村，血缘比什么都重要。我觉得你去问问他们。也行，我问问。哎，你没弄干净的，低头。你快歇会儿吧，就你身上那味儿都把人熏跑了。我来吧。大妈，你好，我们不是坏人，哎。来擦擦。
啊，擦擦。你好，我们是县法院的，想了解一下黄林堂家的情况。行。我看这个村子的人都没法要。对于他们来说，邱阿贵是个外人。外人？那他们不都从外面嫁进来的吗？那不一样。不是例会的意思是，邱阿贵他这下子不光是杀人，他这一下呢伤害了全村人的颜面和情感。男人打他那是自己家里的事儿，不一打他就杀人，那以后别人家还怎么整这家庭，对吧？被拴死在这儿，忍不了，跑不掉，往往就会走极端，甚至寻死。哎，我之前听社会学系的说啊，农村妇女自杀率高的惊人，说出来能吓你没票。那咱们就白来了。我不甘心。你不甘心有用吗？你就算问出来了，人家能给你出证言吗？那人家在这村里怎么待呀？那就眼睁睁看他判死刑，什么都不做是吗？我说句你不爱听的啊，咱们在这做无头苍蝇，更多是为了满足自己个儿。你说话怎么那么难听啊？我满足自己个儿什么了？无能为力的正义感呢？我这话不单包括你啊，也包括我。哎，我不像那预告员似的啊，批评别人前先把自己摘出去，我更擅长自我批评。哎，这个真的很烦人，我跟你说，天到晚。你驮着他啊，别管他，别管。我就要跟你理论。这个，我怎么就满足自己了？女人，我怎么就满足自己？我不是。慢点儿。哎呀，这可怎么整啊？啊，同志们，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哎，同志，你们是法院的？对，我们都是县法院的。我叫夏英杰，你也是这个村的吗？算是吧，也不算。我和邱阿贵是同村的，一起嫁过来的。我跟他一样，每天都挨男人打。我男人叫冯大志。你们是法院的？对，我们都是县法院的。我叫夏英杰，你也是这个村的吗？算是吧，也不算。我和邱阿贵是同村的，一起嫁过来的。我跟他一样，每天都挨男人打。我男人叫冯大志。嫂子，回家了。你晓得的拿人赌钱噻，现在人死了，但是欠的钱不能拖，给你1个月，天儿都拖不得哈。畜生，你咋不早点死呢？你可慢点吧，你这时候你赶回去，师傅也下班了呀。哎呀，慢点吧，这下坡，哎，慢点，慢点，慢点。哎，灯还亮着啊！亮着呢。什么？哎，慢点，慢点，慢点。哎，你快！哎呦！喂！师傅，师傅，怎么了？您这一天去哪儿了？邱阿贵，邱阿贵怎么了？邱阿贵。不行，我还是不进去，我太累了。这怎么连个谢谢都没有啊？啊，就拿人当牲口使啊！我能理解他们。后来那个女的说的情况确实重要，搞不好啊，真能救邱阿贵一命。你肯定能理解呀，你们都一个样，有那个轴劲呢。你说，我跟夏英杰一样，你们。邱阿贵，我们是县法院的，今天对你提审，你所有的事情要老实交代，不得隐瞒。听清楚了没有？听到了。你为什么要杀你男人？
打的实在受不了了。没有别的原因吗？没了。政府，我杀了人，我该死，政府判我死刑吧，只求政府照顾好我3个可怜的娃儿就行。邱阿贵，你犯了罪，你受到什么样的刑罚，这是法律说了算的。但是你态度要老实，你要交代全部事实，不得隐瞒。我再问你一遍，你杀了黄连仓就是因为他打你，没有别的原因吗？是，打的实在受不了了。邱阿贵，你就说出来吧，你不要再隐瞒了。小夏，我们都已经知道。要保护孩子，首先要保护好自己。对自己有利的情况一定要如实交代，这样我们才能帮你争取一条生路。畜生，这俩人都是畜生。但是，这确实吗？应该确实吧。你不然他撒那么大谎图啥呀？图啥？恶心他婆家呗。农村女人啊，搬弄是非、瞎编乱造很正常。王大律师，你话不能这么说。我们提醒过他，瞎说是负法律责任的。你想负责任？他敢出证言吗？孤儿寡母的住在婆家，敢说她男人跟黄连仓有关系？问过，不敢，对不对？他有顾虑正常吧？一个寡妇要编排她的死鬼丈夫，多半是因为恨他。他平时不也总挨揍吗？出气罢了。你要是真跟较起真来，你看着，比谁变得都快。这种事儿咱见多了。这我不同意，你这是主观臆断。这是这样，王老师经验很丰富，这种情况的确存在，不过什么呀？不过，跟你有什么关系啊？别在那瞎搅和啊！我主观，按照你们就不主观不臆断。邱阿贵的男人赌博，赌输了让自己的亲闺女陪别的男人睡觉来还债。现在2个男人都死了，离不离奇？巧不巧合？死无对证啊！全凭那寡妇一张嘴，还不敢出证言。邱阿贵本人自己还不提。那你要是审判员，你信吗？所以说，你杀了黄连仓，就是因为他打你，没有别的原因。邱阿贵，你丈夫赌钱输了就拿你女儿抵债，把她送去给他的牌友冯大志强奸。你为了保护你的女儿不再被糟蹋，所以不得不杀了你丈夫，是不是？不是。你怎么到现在还不知道保护你自己呢？邱阿贵，你想一想，如果你死了，谁还来保护你的女儿呢？我再说一遍，没有你们说的事儿，你们谁都不许提，不然我做鬼都不会放过你们。夏英姐，你知道你自己是什么身份吗？我只知道这是事实，能救他一命的事实。但是作为一名审判员，你必须知道一件事情。只有被法律看见的事实才叫事实。如果一件事情没有办法证明，它就是没有发生。我还不是审判员，但你是法律人。咱们退一万步讲，如果可证实的话，那么邱阿贵的杀人虽然够不上正当防卫，但是从道义上是存在正当性的。法律虽然不至于鼓励，但是应该谅解，他这是重大从轻情节。都退一万步讲了，
还有什么可聊的呀？就这样吧，啊，我们还忙着。哎呀，这案子吧，你确实难。不过要是翻案了呢？要是翻案了，您可就是名垂青史了，是不是？要不这样，我跟上头说说，换你来，你名垂青史，没准能登报呢。那你说呗，那你就跟上面说呗，你看我明不明？走吧，走吧，走吧。这法律顾问，劲儿劲儿。不好意思啊，可能我们真来错了，打扰了。把风扇修了。要不，咱们法院退卷，让检察院再做一个补充侦查，行不行，哥？补充侦查？侦查什么呀？啊？现在啊，唯一的证人，这就是他女儿。可这孩子还没成年呢，你希望公安局、检察院去问问这孩子，你爸爸有没有把你送给别的男人睡觉？啊？你希望这孩子的证词出现在法庭上吗？我告诉你，这样的话，那后果很可能是邱阿贵命也没保住，这孩子的名声也没保住。这是邱阿贵希望看到的吗？那他不白死了吗？可是哥，现在这个庭都没有开呢，我们就判他死刑了，你觉得这样对吗？行了，妹妹，这样啊，如果你真是觉得那个什么的话，咱们就换个人审吧。这有区别。那怎么的？现在这个形势，要不就当我把着你的手判的，我来当这个王八蛋，这你好受点了吧？哥，我就是觉得这个邱阿贵，他完全有理由活下去。雨香啊，你怎么就不明白呢？人家是大学生，来实习的，用不了多久拍拍屁股回北京了。你知道这个案子现在外面什么情况？不管怎么说，咱们是他的律师，连他本人都不见一面就去开庭的话，咱对得起谁呀？能对得起自己就不错了。我警告你啊，别到最后两头不落好，里外不是人。会见邱阿贵，您跟不跟我去？不去，我去。我去打点开水。等了有一会儿了吧？走吧，去找邱阿贵。走。检察长，他们想让我们再调查一下事情的真相。他们是不是听你说？去吧。哎，然后，我们检察长让我们向你表示感谢。这件事情呢，我们会和法院再沟通一下。然后呢？然后啊，我刚才说过了呀，我们会和法院再沟通一下。不是，关检察长，你们刚才的对话我都听见了，你们放心，这件事情我们一定会核实清楚。关检察长，事关重大，我们才贸然来找您的。草草判决只会让一个想要保护孩子的母亲枉死，还有那几个可怜的孩子就会变成无父无母的孤儿。
更会让真相彻底沉没。求您了，也请您给邱阿贵一个机会。如果这次给他的机会，他还什么都不说，怎么办呢？你们都是法律界的高材生，你们应该明白，任何基于情感倾向的同情心，都是不具备证据能力的。谢谢关检察长。哎，稍等一下。你叫张丽慧？对。啊，哎呀，其实，在你们这波学生当中啊，我对你还有陈一中印象很深，既有同情心，又有原则性。你看啊，现在我们的检察官队伍就缺少像你们这样，既能沉得住气，又能压得住场的年轻的检察官。快毕业了吧？啊，是。考虑考虑。好，谢谢您。谢谢。怎么样，邱阿贵承认吗？极力否认，而且还不许我在法庭上提，说提了，做鬼也不会放我。哎，就算没这个情节，他长期遭受虐待，这总是事实啊。你从这个角度好好为他辩护，会有帮助吗？小陆啊，你是在教我怎么做律师吗？不，我俩没那意思，他也是着急。哎呀，我肯定会全力以赴的，但是从目前的情况看，死刑是板上钉钉的，更何况这案子现在影响这么大，她婆家咬得也很死。那还有别的办法吗？没办法，这世界就是这样的，不是所有的事情都有办法。我当律师这几年，感受最深的就俩字儿：无奈。宣布一下啊，那个案子明天必须开庭。又去提审过了，邱阿贵坚决否认。明天开庭，雷打不动。地址：县政府大礼堂。师傅，别叫我师傅，我不配。我是法院的。我记得你，你啥事儿？没啥事，我就是路过。雨太大了，进来躲会儿吧。
你几岁了？我14岁。夏同志，你要是有啥话，就现在说，明天就开庭了，来不及了。虽说女人都是苦里熬出来的，可这个娃实在是太苦了。他妈的不管，让我管！啊！方淑梅，给我出来！来了。啊！你怎么来了？你又喝酒了？你赶紧回去，我要马上要开庭呢！赶紧走呀！你干嘛？我发烧了。你干嘛？你干什么来了？这是！我跟你讲，放手！还打人呢！你拽我，滚！啊！住手！没事吧？回去。小夏，小夏，你没事吧？住手！住手！你喝什么酒啊？干什么？你要干什么？干什么？这是哪儿啊？丁院长，他喝。你闭嘴！知道这是哪儿吗？啊，这是哪儿？这是法院，国家的司法机关。你在这打我的人，打宝贵的大学生，反了天了你呀！院长，他喝酒了。你别说话。都是我老婆，我的人，在这都是我的人，国家的人。我毙了你，你信不信你？赶紧回去吧，快点。快去吧，开庭了。你赶紧回去啊！快去吧！怎么的？没看够吗？给我滚！滚得越远越好，知道吗？师傅，你没事吧？没事。小夏，你还好吧？嗯。不好意思啊。你别这么说。坐你说说。好。紧张吗？会慢慢习惯的。替我收起来。师傅，邱爱贵的案子就只能这样了吗？今天县里的大礼堂腾给我们当法庭，知道是什么意思吗？抓紧吧。起立。你跟夏英杰看着不对呢，石头脸不能干起来了吧？夏英杰不能撸吧？坐下。南玉县人民检察院
诉邱阿贵故意杀人案现在开庭，待被告人。鉴于被告人过去一向遵纪守法、逆来顺受，本案系其初犯、偶犯，到案后认罪态度较好，如实交代了全部罪行。马上提出报告。这个欠杀的！干什么？不得好死！干什么？我是个好东西。恳望法庭看在其还有3个未成年子女需要抚养的份上，希望能够从轻处理。哎，干什么？注意心理啊！送过去。我不擦，我不擦，这下你解恨了吧？这防火站行啊，有点爷们样。这些东西怎么带进来的？谁扰乱法庭秩序，我就请谁出去，听到没有？李湘，你看见了吧？哼，你醒醒吧，托尔斯泰。被告人，起诉书指控你杀害了你的丈夫黄连仓，你认罪吗？我认罪，我愿意给他偿命，只求有人照顾好我3个娃儿就行。呸！你还有脸提3个娃？旁听席，没有经过我的允许，你不得发言。我给你一次警告啊！邱阿贵，你和你的丈夫已经结婚10几年了，还有3个孩子，你怎么忍心杀害他？你的动机是什么？我说你是不是有意的啊？你想问出啥来？是不是想给他打埋伏？第2次警告。邱阿贵，请回答。他打我，每天打，高兴了打，不高兴也打，喝多了打，输钱了也打。不但打我，还打孩子，打得我和孩子见着他就哆嗦。再这样下去，就被他打死了。你胡说！你胡说！你坐下！你再扰乱法庭秩序，我就把你请出去，你听到没有？最后一次警告。被告人邱阿贵，你说你男人打你，有什么证据吗？哪个男人不打老婆呀？啊，打老婆就该死啊！没天理了，没天理了！我不说了，不是。等一下，我念你是被害人的家属，我再让你一次，下次绝不姑息。听明白没有？我问你，听明白没有？听明白了。4号。被告人邱阿贵，你男人打你，除了身上的疤痕，还有别的证据吗？
辩护人，你有被告人遭受丈夫虐待的证据吗？我们这里只有起诉书副本，不过公诉人的证据材料里面有。请出示证据。本案第8号证据为被告人的病历，病历证实被告人曾经因为被打伤3次入院治疗，其对医生口述说是遭到其丈夫的殴打。本案第9号证据为黄平镇妇联的证言，证明被告人曾2次因为被丈夫殴打到妇联求助，妇联也曾2次找其丈夫谈话。本案第10号证据为被害人黄连仓在上梁村村委会写下的3份保证书，都承认殴打过被告人，并保证过永不再犯。被告人、辩护人，对这几份证据，你们认可不认可？我们认可。被告人，你被丈夫虐待，报过警吗？没有。为什么？我找过村里，也找过妇联，每找一回，他回头打得更厉害。我害怕。你杀害他的时候，他处于什么状态？他又喝醉了酒，睡着了。他要不睡着，我也没办法杀他。我根本不是他的对手。他200多斤，我还不到100斤。法庭调查到此结束。审判长，你要干什么？你要挨白色帮吗你啊？我还有补充辩护。讲。邱阿贵杀人固然不对，但实属是事出有因。刚刚所有的证据都已经表明了，被告人遭受了被害人长期的残酷的虐待，他一定是被逼无奈才杀人的。你说多少钱啊？你不得好死！坐下。对，你不得好死！坐下，不得好死！坐下。这些事实法庭已经调查清楚了。辩护人，你有别的新的意见吗？别找不痛快，里外不是人。有，我有问题想要询问被告人。可以问。邱阿贵，这是你最后的机会了。为了你自己，还有你的3个孩子，请你如实的告诉法庭，你之所以突然起意杀人，真正的原因是什么？真正的原因？你问我真正的原因？对，真正的原因。我别忘了，只有你活着，你才能保护你的孩子。你哪怕是在监狱里边服刑，只要你活着，他们才有念想和安慰。真正的原因就是他打我，我受不了了，没别的。谢谢李律师，谢谢审判长。本案被告人不能正确处理家庭矛盾，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主观恶意极深。公诉人对被告人长期遭受虐待深表同情，但同时认为，这并不能成为被告人获得轻判的理由，故此，公诉人坚决要求依法判处被告人死刑。辩护人，请发表最后的意见。辩护人没有新的意见。有。被告人杀人罪不可恕，但事出有因，被害人有极大的过错在先，我们认为这是可以酌情减轻我们被告人法律责任的情节。被告人邱阿贵，这是你最后发言的机会。
你有什么话对法庭说吗？是我杀了人，我愿意给他偿命，只求我婆婆和我娘家妈看在我3个可怜的娃儿没爹没妈的份上，疼他们3个孩子。好在我的大闺女已经14岁了，还可以照顾好2个弟弟。我求你们，别让她早嫁人，让她把2个弟弟拉扯大。我谢谢你们的恩情，谢谢，求你们了。法庭审理到此结束，本案将择期宣判，把被告人押下去。娘娘，等一下，有些事情我们商量商量，行不行啊？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包庇邱阿贵，相反，我们是为了你和家里面考虑。人死不能复生啊！如果邱阿贵判了死刑，那3个娃娃就真的是没爹没妈的孩子了。再说了，孩子们都大了，慢慢懂事了，他们看着你那么坚决的要求判他妈妈死刑啊，那大了以后怎么想你啊？你看这样好不好？我们呢去他们娘家，尽量的争取多赔偿一点。你呢出一份谅解书，留他一条命。就算判一个死缓、无期徒刑，一辈子待在监狱里面，只要这个妈妈活着，孩子们就有个念想啊。你说呢？我谢谢你，这么为我们家着想。主要都是为了3个孩子嘛，是不是啊？孩子可怜呢。审判长，你要不让他死，我就去死，死在你们法院门口。胡大妈、刘大爷，你们发表一下意见，这个案子该怎么判？小芳，你可是人民的审判长，这屁股不能坐歪了，替杀人犯说话呀。你想想，如果是你的儿子被媳妇砍死了，你能谅解他，让他活着吗？你能不报这个仇吗？我实话跟你说，我儿子呀，他也打媳妇，在南隅打媳妇的男人有的是，我也是挨打挨过来的呀。当然，这打人他纵然是不对，但咱们可以教育，你不能就因为这些家庭矛盾就把男人都杀了，那是以后得出多少惨案呐！胡大妈，您也是妇女，你怎么能说这种话呢？刘大爷，您发表一下意见。小芳，你原谅我。邱阿贵的事，让我想起了我妈了。我妈也是被我爸打了一辈子，后来她50多岁就上吊了。我先表个态，我赞成留邱阿贵一条命。
真没判死刑啊？差点儿。我抓来的那个陪审员胡大妈，真是看走眼。幸亏例会找那个刘大爷，还能说句人话，2比1，死缓。这事儿还得感谢建民，是他跟我说的，陪审员里的刘大爷是最善良的。谢谢建民。先别感谢，这事儿也没那么乐观。这案子最终还是要上审委会的。你们想想现在的形势吧。所以你觉得邱阿贵还是难逃一死？我没这么说。好了，人都齐了，咱们就开会。今天要讨论2个案子，一个呢是小芳这儿的杀人案，另一个嘛是老许你那儿的盗窃案。小芳，从你这儿先开始，说说你们合议庭的意见是什么？经过合议庭的慎重讨论和考虑，然后经过大家的举手表决，2比1，死缓。小芳，我知道你最近这家里事儿多，很忙，有点疲倦，压力大。叶院长，我们这个决定其实他的理由是很充分的。好吧，说说你的理由。被告人邱阿贵每天面对越来越严重的虐待，这件事情是众所周知的，而且他的3个孩子也显然受到了威胁。还有一个事实，即便邱阿贵他为了保护他的女儿，他不承认，但是我相信是真的。黄连仓，他蓄意伤害他的女儿，从这个角度来说，邱阿贵是为了保护他的女儿不被奸污啊。所以我们是这么想的。如果能说服邱阿贵的家属能够多赔偿一点，那么被害人家属他如果原谅的话，那这个事情判成死缓是完全合适的，院长。小芳，你知不知道，咱们这个县法院其实是根本没有资格碰这个案子。我知道。你知道啊，王淑梅，你呀什么都知道，可是呢你又什么都不知道，知道吗？院长，咱们法院的难处我懂，县政府的压力我也懂，但是一个走投无路的，每天都被打的女人的绝望我更懂。一个宁愿自己死，也要保护好自己女儿名声的一颗当妈的心，谁不懂啊？李院长，我恳请你，恳请大家再设身处地的想想。行了，合议庭的意见我们都知道了，你出去吧。审委会讨论。李院长，我能全程参加讨论吗？院长，那是不是先讨论一下我们这个案子？啊，你说，被告人是单位出纳，监守自盗，且数额特别巨大。检察院那边给出的建议是死刑，我们合议庭的意见跟他们一致，死刑。
师傅，师傅，您怎么在这儿啊？走，我请你们喝酒去。啊，师傅不回家啊？今天晚点回家。哦，对了，邱阿贵的审委会结果出来了，死刑。那天我去邱阿贵家，差点就问他女儿愿不愿意出来为他妈妈作证，就差一点，把自己大腿都掐红了才忍住。我讨厌我自己，我觉得我自己特别的懦弱、猥琐、恶心，还得加上我。你曾经叫师傅的这个人叫方淑梅，对吧？不是师傅，英杰就是太难受了，她喝多了，你别往心里去。英杰，咱们都难受。那你有没有想过，万一女儿的证词她帮不上忙，那邱阿贵……你少和稀泥！我没有，能这么计算吗？那是条人命啊，李慧是人命。我就是觉得，无论是谁，他面对这么多问题都很难解决的。不是这样的，这根本就不是我们应该面对的难题。很多问题不是靠法律解决的，这个世界上真的有很多问题。法律是最后一道。你想说服我是不是？这样自己就少点内疚，对不对？好，那咱们就来聊法律的问题。那小女孩算不算被害人？该不该受法律的保护？邱阿贵的情况够不够从轻？能不能留她一命？为了保护小女孩就要牺牲母亲吗？那要是……那两个畜生还活着，我们是不是还要委曲求全保护他们呀？邱阿贵本来就可以活着，但我们连一个死缓都不给他。对，不是我，是他们，是审委会，丁院长。师傅，其实你也没啥用，咱们都没用，咱们都是废物。于姐，你没有权利这么说师傅。师傅，我说错了吗？你说的特别好。那我做错了。做的特别好。特别棒。师傅，你回去这么晚，那男的不会把你怎么样吧？您就没想过要离开吗？从我回来那天起，我就没想过要离开。好了，那我今天就送到这儿了，啊。小夏，你今天喝的太多了啊，回去好好休息啊，以后少喝点啊。走了。方老师慢走。再见，美姐。师傅，放心吧。好香。
谁帮我带的？走吧，走吧，一中。哎，一中，没想到你们城里人还会骑3轮呢，这不好骑啊。我小时候就会骑。我听说你爸爸是审判长。谁说的？我妈是剃头的。嗯。还行吧，你们俩？可以，可以，使点劲儿啊！行吧，来，前面快到了。小霞，你没事吧？如果有问题的话，你就在这儿等着。向主任啊，父母双亡就算是孤儿了。那对于孤儿，各个地方都有政策的，民政部门会按照当地的平均生活水平给抚养费。这样的话，3个娃娃就有生活保障了，是不是？村里啊，没人管的孩子有的是。哎呀，话不能这么说。这3个孩子是没爹没妈，国家要是不管，他们怎么长大呀？如果长大学坏了，不又给国家添乱吗？我还有一个建议啊，这笔钱到时候让大队来支取保管，如果用的时候呢，让奶奶到大队来领，这样的话双保险。哎呀，您不光管断案子，还管犯人身后的事。摊上您这么个好人，邱阿贵真有福气。一定要记得吃啊，别放坏了，好吗？还有这些玩具。哎，这是笔记本，还有铅笔，以后一定要好好学习，好吗？这些是给你和弟弟们买的衣服，你们换着穿。来，这些你都拿着，我就这么多了，你都拿着啊，姐，拿着，你拿好啊，姐，哎。咱们跟师傅的钱都算事儿呢，那是你的零花钱，这不够呀，不够，这怎么能够呢？你这样，别给奶奶啊，也别带在身上，我找个地方帮你藏起来。哎，这儿，不行，这你够不着，底下也没有，英姐，这也不行，你别站着呀！你快找地儿帮我藏一下，你快帮他。哎，这儿可以，这你看这底下，你转一下，这底下可以。吓着孩子呀，姐，不是你给他藏一下呀！哎，好了，你以为你在赎罪吗？哎呀，我在干嘛呀？我理解你的心情，
可是你这样什么都往自己身上背，以后怎么做一个合格的法律人？能做多久？你想过吗？好了，不哭了。邱阿贵的死刑啊，已经核准了，过2天就要执行了。娘娘，我可不可以到时候带一句话给他，就说你跟我说的，你会好好的照顾好他3个娃娃的，可以吧？另外，你可不可以给他找一身干净的衣服，我带给他？毕竟都过去了，大家曾经是一家人嘛，是不是啊？哦，娘娘，还有一句话，如果我说错了，你不要生气哦。我可不可以跟邱阿贵说，你已经原谅他了？前2天，我们去看了你3个娃娃，你婆婆把他们带得很好。公社的民政部门替他们申请了国家补助，一直养到他们18岁为止。真的？这3个孩子，爹妈死了，倒是过上好日子了。你放心啊，这些钱，你婆婆得去大队签字，才能去领到，别人抢不走的。谢谢啊，谢谢。吃吧。真香，这里面真好，没人打我，没人骂我，还不用干活。你们看我都胖了。沈班长，现在苦日子到头了，还有这么好的饭和你们送我上路，我这辈子没有白活。怎么不吃啊？不舍得，想留给孩子吃。